夷陵之战为何能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并称为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？此战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？对于魏蜀吴三方的局势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陆逊采取了哪些战术，能让刘备如此惨烈的收场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夷陵之战的详细过程及陆逊火烧连营。221年7月，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从江州出发，让吴班、冯习和张南率军先行。他们在吴县击破了吴军的李毅和刘阿后，便占领了长江上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秭归。孙权得知后，立即任命陆逊为大都督，率领5万大军以及朱然、潘璋、韩当、徐盛、孙桓等将领前来迎战，同时派遣使者向曹丕称臣，稳住了曹魏，以避免两线作战的情况发生。陆逊到达秭归后，认真分析了战场形势。他认为蜀军兵势强大，居高守险，而且求胜心切，很难在这里战胜蜀军。于是他决定避其锋芒，伺机而动。他耐心地说服吴军将领放弃在秭归决战的计划，果断实施战略后退，一直后撤至宜道和萧亭一带，即今天的湖北省宜都市到古老陂。随后转为战略防御态势，遏制蜀军继续东进，并且集中兵力准备伺机决战。至此，吴军完全退出了崇山峻岭，留给蜀军的则是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山地。222年正月，吴班和陈氏的水军率先进入夷陵，沿着长江西岸安营扎寨。2月，刘备准备亲率主力攻打萧亭的陆逊，黄权劝谏他说：“我军从水路出击是顺流而下，虽然容易进兵，但是很难后撤，不如让我率军先行，去试探敌人的虚实，陛下应该坐镇后方指挥。”可刘备不听劝告，亲率主力大军从秭归出发，前去攻打陆逊。到达夷陵之后，他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，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以北，负责防御魏国出兵偷袭。他自己则放弃水路，改为陆路进攻，同时派遣马良前往武陵郡，策反武西蛮夷。最终，蛮夷的部族首领沙摩柯率领万余大军前来助战。孙权得知后，立即让步至引兵驻守益阳。刘备的大军到达萧亭后，便在长江南岸安营扎寨，准备伺机攻打陆逊。陆逊让孙桓率军征伐蜀军的前锋，结果孙桓不敌，反被蜀军给包围了。他连忙向陆逊求援，可陆逊却拒绝发兵。由于孙桓是孙和之子，孙权的侄子，不能有所闪失。吴军的将领们不明白陆逊到底想干嘛，就质问他说：“孙将军身为公侯，现在正被蜀军包围，处境非常困难，为何不救？”陆逊说：“孙将军在将士之中很得人心，而且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无需担忧。等我的计策全部实行后，即使不用救他，他也会自然解围。”就这样，陆逊拒绝分兵援助一道，避免分散和过早的消耗兵力。之后，陆逊继续扼守要地，顾累不出，与蜀军展开了消耗战，从正月一直拖到了6月，两军仍然保持着对峙。可此时，蜀军已经深入吴境200-300公里，数万大军前来攻伐，粮草消耗非常巨大。刘备非常无奈，为了迅速与吴军展开决战，他决定采取诱敌之策。他派遣8000人马提前埋伏在山谷之中，然后任命冯习为大都，张南为前部都，傅匡、赵荣、廖纯、傅荣等各为别都。一切就绪之后，他让吴班带领数千人前往开阔的平地上安营扎寨，并且派人前往阵前辱骂东吴将士，诱导他们开城迎敌。只要东吴军出城迎战，埋伏在山谷中的伏兵便会立即将其包围，到时候数万大军同时发起进攻，前后夹击之下，东吴军必败。东吴的将领们见吴班率领几千兵力就赶在平原上扎营，而且还不停地辱骂激战，纷纷义愤填膺，请求出战。可陆逊觉得刘备之所以如此布阵，必定有诈，因此无论将领们如何请命，就是不同意出兵。东吴的老将们便对陆逊不满，讥笑他胆小如鼠。可陆逊不为所动，继续坚守不出，刘备企图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再次失效。刘备见陆逊不肯中计，只好将埋伏在山谷里的8000精锐调了回来。东吴的将领们这才明白了过来，对陆逊佩服不已。到了6月份，酷暑时节来临，蜀军的将士们被折磨得苦不堪言，无奈之下，
刘备只能让大军转移到深山密林之中的溪水旁扎营避暑，40多座营垒连营百里，准备等到秋天凉爽之后再发动进攻。由于蜀军远离后方，军营又设在崎岖的山道之上，后勤补给更加的困难，再加上刘备连营百里，兵力分散，这让陆逊看到了机会。他立即给孙权上书说，交战之初，我最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，顺江而下，可现在他们却舍弃舟船，转移到了陆地之上，而且还连营百里。目前来看，蜀军的部署不会再有什么变化，既然这样，便有了可乘之机，此次击败蜀军应该并不困难。孙权收到信后，立即批准了陆逊的作战方案，于是陆逊便准备向蜀军发起反攻。首先，他派遣一小队人马进行试探性的进攻，结果却大败而归。然而，虽然此战未能奏效，却让陆逊找到了更好的破敌之法，那就是火烧连营。此时正值炎热的夏季，气候非常干燥，而且蜀军的营寨大多都是用木栅栏筑成，周围又都是树林和茅草，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大片。于是，一天夜里，陆逊让所有士兵带上茅草，前往刘备的大营。士兵们到达后，立即点燃茅草，顺风投向蜀军的军营。顿时间，蜀军的大营火光冲天，惨烈之声不绝，蜀军大乱。而且前面的大营着火后，顺着树林和茅草，很快就烧到了后面，几十处营寨纷纷起火。趁着火势，陆逊命令大军发起全线反攻。同时，他让朱然率领5000士卒与韩当的部下一起突破蜀军的前锋，前往蜀军后方的涿襄，切断其撤退之路。涿襄即今天湖北省宜昌市西。潘璋则率领部下猛攻蜀军的冯习，冯习大败，只能向西逃窜。诸葛瑾、骆统、周印等将领则配合陆逊的主力，从萧亭向蜀军发起攻击。驻守一道的孙桓之前被蜀军围困，结果陆逊不肯前来救援，心中非常不满。现在他才终于明白了陆逊的意图，立即主动出击，投入了战斗。至此，吴军全面发起进攻，蜀军的40余座营寨全被吴军打乱，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。此战中，蜀军将领张南和冯习以及土著首领沙摩柯等人全部阵亡，杜陆和刘宁等人则卸甲投降。刘备见全线崩溃，已回天乏术，只能丢弃舟船，收集散兵，步行向马鞍山撤退。马鞍山即今天长阳县莫石镇境内。他命令大军环山据险而守，然而吴军紧追不放，很快就将马鞍山给包围了，并且四面出击攻打蜀军。此战中，蜀军又有近万人被吴军歼灭。刘备无奈，只能趁夜突围逃走，由将领傅荣率军为其殿后。他们将藤甲之类的易燃军用器具堆积在山道最为狭窄和险隘之处，然后纵火焚烧，抵挡追兵。可吴军还是将他们给追上了。傅荣率众抵抗，一直战到全军覆没。吴军劝其投降，可傅荣怒骂道：“吴狗，安有汉将军而降者？”最终，傅荣奋战而死。由于傅荣的拖延，给了刘备充足的逃跑时间。可是提前出发的吴将孙桓已经走到了刘备的前面，截断了刘备返回益州的要道。当刘备的败军走到石门山的时候，差点被孙桓给活捉了。所幸刘备逾山越险，摆脱了孙桓的追兵，一路向西而去。期间有人建议刘备从水路撤退，所幸刘备没有听从，要不然就和程基一样了。程基选择乘船逃跑，然而不久之后就被东吴的水军追上，程基奋战而死。就这样，刘备翻山越岭，从陆路逃回了白帝城，即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东。这时，潘璋和徐盛等人主张趁胜追击，继续扩大战果。可是，白帝城里有2万驻军，刘备到达后，又立即收拢散兵展开防守。赵云也率领江州的驻军赶来支援。因此，陆逊觉得攻打白帝城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再加上担心曹魏趁机发兵袭击东吴的后方，于是下令停止追击，主动撤兵而还。9月，曹丕果然下令攻打东吴，但由于陆逊早有准备，魏军只能无功而返。由于刘备大军败得太快，负责防御魏军的黄权还没来得及撤退，后路就被东吴军给截断了。可是他不想向东吴投降，于是便率领部下向北进发，投降了曹魏。
蜀军得知后，有人建议刘备抓捕黄权的家人，可刘备却说：“是我对不起黄权，黄权没有对不起我呀。”至此，夷陵之战结束。诸葛亮得知后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如果法正还活着的话，肯定能阻止陛下的东征之举，不至于此啊。”此战，东吴守住了荆州，而蜀汉则受到了重创，投降和战死者多达数万人，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也丧失殆尽。更重要的是，多名将领阵亡，元气大伤。此战过后的将近40年时间里，魏蜀吴三家的疆域基本保持不变，同时迫使吴蜀再次修好，使三国的局势出现了稳定的对峙。因此，夷陵之战也被认为是前后三国的分界点之一。